如果让我列出这辈子人生必做的清单，其中一项一定会有24奈环岛旅行。环岛旅行是在台湾的骑士们一定会做的事情，有人是分成5天，也有人是分成3天，所以也会有人轻松的事情不做，就是想要挑战1天完成环岛1圈的旅程。嗨，硕哥。走啊！为了我们迟到了10分钟，等一下如果进度赶不上的话呢？对。哎呦，我刚出门才不久，我发现我忘了带摄影机了，就是我360相机，我又跑回去拿。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手机。女朋友要来吗？要啊，干还没来啊？哎，所以我不是最慢的嘛？不是，人家是来15分，14点50分就到了。他等了快1个小时，我跟他讲不一定，他只是说他每次都说没有，可是他白牌。哦，白牌还好，不过到那个到苏花改的话会就没办法进去骑。对啊，他就很苏花改他也不能上去哦。对啊，我待会要跟他讲啊。你现在就跟他讲，待会要跟他讲啊，他待会要来这边啊。你把那个我们的时间表给他们就知道啦。有了，我有大概拍给他，可是我只有拍到宜兰。你把那个档案给他，反正我们就是出发时间delay1小时而已啊。哦，直接去那个宜兰哦。OK， 拜拜。反正硕哥的车超好认的，他应该一看就知道是你了。他也认得。环岛难免会遇到下雨，但我通常天气如果不好，外面地湿，我是绝不骑车出门，避免把车弄脏，因为我很懒得洗车。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个意志坚定的旅途伙伴，而且当这个伙伴又是一个著名的雨神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你想不出门淋雨都不行。很幸运的，我这次环岛的伙伴中有2个都是海陆出身。我想除了台风天之外，基本上和这2位讲好要出门环岛，应该都是风雨无阻的。所以迫使我即使不想淋雨，也是得出门跟着当疯子。想当然要1天内完成24奈这项挑战，势必要先评估到底自身能力有没有办法达成。首先，台湾大环岛1周，如果走最外围的路线，也顶多是1200公里左右。如果是小环岛，会在北台湾经过北宜公路，南台湾走南回公路，达成绕台湾1周约920公里左右的旅程。所以理论上，如果是小环岛，要在24小时内完成挑战，只要均速40公里，应该就能达成。你听起来好像很容易是吧？但其实不然，因为在这段长时间旅程中，你首先要先克服的是你自身体能的问题。应该很多人都有经验，长时间只要连续几个钟头骑车或开车，都会感到疲倦，想打瞌睡。更何况是连续24小时都在骑车。除非你是神人，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很难克服时差带来的精神疲劳问题。而一旦精神体力不济，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第2件在24奈会需要克服的困难，就是天气。天气越好，骑车上路的风险也就越低。但是环岛旅行要能找到一个完美的天气，又刚好是你可以出发的日子。我想1年当中可以出发的天数应该没有多少日子。而你如果又像我一样是社畜和有家庭小孩要顾，没办法任性的说出发就出发，那你在环岛的旅途中一定会遇到雨战。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在雨战视线极差的情况，又要担心路面湿滑，小心翼翼地控制车身，再加上长时间骑车及睡眠不足带来的疲劳轰炸，这样的24奈风险将会有多大？我这次学聪明了，在我过去有了第1次的24奈日环的经验后，
为了让这次24耐的成功几率达到最高，以及让发生意外的风险降到最低，首先要克服时差带来的疲劳问题。而对于克服时差这件事情，我是直接放弃。因为人的生理时钟大致上习惯是晚上10点左右就寝，开始8小时的睡眠时间，接着白天16小时的工作加休息。而24耐挑战体力已经够煎熬了，还要再去克服时差，别闹了。所以我直接放弃。所以出发时间我选择晚上先睡好一觉，然后一早4点出发。虽然起床时间很早，但是因为我通常假日出门骑车的习惯都是这样，一早清晨就出发，只要避开大量的车潮，也就能避开许多未知的风险。再来是骑乘的时间要尽量缩短，所以在路程中必须尽量减少停留浪费的时间，在行程过程尽量都提高到速限的上限为原则。如果以 Google Map 路线规划来计算，不含加油和休息时间，小环岛一圈应该理想能在约16到17小时完成。所以如果以我在早上4点出发，理论上应该能在晚上8点到9点左右到家，这样也能在平常的就寝时间之前到家，让骑车这段时间都是和平常活动的时间尽量都是重叠的，这样也能减少骑到想睡的危险状况，同时也提升存活率。到清水断崖了呢，这样才有来花莲的感觉。对啊，可是现在到清水断崖看的话，就没有那么漂亮，因为那个是后面都是云啊。你看这样看过去，这次逆环，我从桃园出发到新店台雅加油站和大家会合，同时加满油后出发，经过北宜、苏花改公路，大约184公里的路程到花莲的中油太平洋站加油，然后走台11海线，是约184公里到台东的中油太麻里站，接着就走南回到西半部，走台1线接185线道，再接台3线。路程约192公里到台南玉井加油站，到了玉井之后就能接上84快速道路，一路骑到底后就到西滨61快速道路，接着就能给上回家。刷卡明需要吗？不用，谢谢。可以了。好。豆哥精神还好啊？很好啊。哦。我想说课你都不休息的。我都设5个休息点而已，它都加油站。5个加油站。对对对啊，中途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就讲一下，然后就找7停一下这样子。我是还有他的。哦。他的里程数不知道可以1桶油不知道可以骑多少。不是啊，他刚才是说他已经剩下那个什么。对啊，因为我刚没有想到说还有他的那个加油量。不然就是不要管他。哦。我不要管他，为什么没有啊？就一起骑还是要顾一下。如果真的没办法，他就只能够自生自灭。跟他讲啊，你去买个1开罐来装啊。哎呀，你重机怎么停机车停这个哎？啊？你这样子是不合法的哦。天气的问题绝对是关系到这趟旅程的舒适性和安全性，所以选择避开下雨几率高的路线也是降低风险的方式。而一日环岛路线还能怎么走？当然就只有顺向和逆向环岛的2种选择啊。所以我事先规划好顺环和逆环的2个方案，把2个方案的集合地点、路线和加油站都规划出来，而在加油点之间距离以不超过200公里为原则。理论上，绝大多数的大型重机应该都能满足这样的续航力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们密切观察台湾各地的气象预报和下雨几率。
天气预测，西半部到了环岛的后半程的晚上将会是阴天，因此我们选择顺向环岛，这样大不了最惨是前半段旅程在东部淋雨，但至少到后半段的旅程在西部能让风好好的吹干身体。你上次环岛穿穿脱脱了几次，你还记得啊？我已经忘记了好几次。第二天的时候真的会被搞死，真的。到第3天的时候，你看我穿的都不敢脱了。就穿上去之后，等一下要放水。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，到底要不要脱？只是刚刚那花莲的天气实在是太赞了。还好没有拍到那一段。可能不然就没有机会脱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疯狂的下。所以我们下一个应该是大概400公里左右加油吧。哦，总里程来算的话，差不多总里程算一下，大概对，差不多450公里左右。有那么久吗？嗯，我刚下来的时候才201耶。啊，没有，是对我的总里程啊。哦，对，我的总里程。嗯，你的总里程的话，应该是差不多350左右吧，350、360。哎，我算400啦，我的大概400左右了。你看，是不是要放晴了？所以我说，我刚看云图，就只有这一小区块啊。你看前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真的，真的太阳，真的要常讲，是不是？晴天王子就是这样。我真的不知道，跟你骑车很累呢，一直要不停的，常常穿脱脱雨衣，是在冲他小啦。哦。天气天气又好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前面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前面好像又有一个雷雨暴要形成的感觉。它就有点尴尬的是，它就卡在那个山的边边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所以山的另外一边那里就是晴天的样子，可是如果是你要往山里面去的那个路的话，应该就会遇到下雨。其实这次是我人生第2次的24耐日环，但是是我第1次骑车顺环，也是我第1次骑这台 CB60R 环岛。我过去环岛的方向大都是选择逆环比较多，因为总觉得逆环才是最靠近海边的路线，能在整趟旅途中饱览最多的无敌海景。但是这次天气状况，我也庆幸还好是选择顺环，至少后半段旅程真的少淋了很多雨。虽然一路上雨衣还是穿脱脱了几次。第1次的24耐环岛，我是自己骑着 X Max 独自走完旅程。说实在的，还真的有点寂寞。不过这次的24耐日环，我多了骑车的伙伴，一路上不停讲着干话，一路上不停欣赏东部绝美的海景，任何的睡意也都烟消云散。多了伙伴一起挑战，真的会让旅程变得比较有趣。12点57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台东太麻里这里。处理中。确定要拖了吗？确定啊！我刚刚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是白天下雨而已啊。哦。你要看一下云图啦。不会拖完就下了哦，然后又要穿了哦。刚刚刚下来，刚脱下腰。然后那段超补隧道不行哦。超补隧道我之前骑过，收过罚单。就是我那时候还骑黄牌，那时候那时候还不能过，还不能走。对对对，所以白牌是一定不能走。没关系，300块，你要掏钱，反正你要解锁。那我们是到哪里等你？哪个位置等你？它那个隧道跟那个交叉路口，就是隧道跟那个旧路的那个交叉口那个地方。对。好。那你骑慢一点呢。
好，那我们出隧道，在那个隧道前面那里的路边等你好了。那边吃那个手扒鸡等你。那边有手滑机吗？你要确定，然后就被开一间了。啊，还是那个什么烤鸭。看这边吗？啊，还用啊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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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是我的粉丝，有频道人可以，你哦你要把安全帽反过来，他才知道你是。啊，对，送你一个我的贴纸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我感谢。哎呀，我还没想到居然会有人会跟我相认。还要下次贴纸要做大一点。啊，要做大一点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手机还需要拍照吗？他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哦，可以啊，不过我可能要戴安全帽，好。因为我平常都不露脸。其实基本上就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。应该已经认不太出来了。谢谢，感谢。哎，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碰巧，看到你的车，就巧遇。哦，你刚好我车在这里。对。哦，好，没想被认出来了。看那片雨啊？看那片雨，看一下云图。船的云图好像还蛮 OK 的呢。看起来是不用穿。对啊，我刚刚也看到这张。乌云而已啊。对啊，好了，直接经过再说了。大使车。第一次遇到粉丝呢。对啊，要求文章，要签名。我想等一下快速道路的话，阿伟要怎么骑啊？呀，阿伟他是要到台北吗？应该是吧。哦，那他可能没办法一直跟着我们的，因为我最快的话，他也是要等下到玉井那边要接过去，他也就没办法跟我们走了。对啊，那没多久就快到快速道路了嘛。对啊，难道说他又想要跟我们骑快速道路？他一直在解锁哦。他。没有关系，你这边可以的。你都已经停了，你就赶快上去上班你。对啊。好，我去停到你的旁边，好，我帮你驻车。它前面左转是旧的那个旧的路线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想骑车环岛，为什么会想要再次挑战日环？其实日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而且长时间骑车坐在椅子上，维持了骑车的固定姿势，再怎么样耐长途骑乘的人，经过10几个小时的骑乘时间后，也一定会感到身体和体力的极度疲倦。你说说看，这是不是自己搞自己吗？10分钟哦，超快的啊！我们是有骑慢一点，然后带风。我们是有带风景下了。对。好了，走了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
那时候切西瓜啊，你回去的时候骑了几个小时啊？回去的时候，从垦丁回去哦。对啊。我就9个多小时吧。对啊。那你中间休息几次啊？好像休息个2次还3次左右。哦，对，真的是归心似箭。对。因为我想说屁股超痛的啊，我要赶快想说早点回去，早点到家我就可以躺着休息我的屁股了。因为坐那个一整天20几个钟头哎，然后我们那天那是几个钟头？23啊，23个钟头。对啊，对啊，骑了23个小时50几分呐，我记得啦。对啊，将近24个钟头啊，你都坐在椅子上面哎。他中间有休息啦，还有等了那个北横等了1个多小时啊，那个有算在里面。而且我那个那时候我骑 MT-15嘛。对啊，我还要改那个脚踏后移啊。哦，那不是很累？脚踏后移，对啊，脚踏后移的那个，就变我脚在踩的施力点是后面的，然后我的屁股就会更，就是没办法支撑。对，就没有脚的支撑就没办法帮助很大，就少了很多那个力量。完全靠屁股在撑。对，我就几乎都完全我的体重在我的屁股上面这样压着。那时候我地环也是照你路线走的啦，我不是顾光那个加油站嘛，但是带我走这里。可是这个要晚一点才比较没有人，现在人还蛮多的，因为他晚上好像这条路就很好走了，就没有什么车了。切地瓜我们走这一条，整路也是配啊，他整路配的啊，油门就一直吹到底就好了。所以我特别想说要走这一条。所以我才好走啊！对啊，所以我才绕预警那一条那个点啊。穿雨衣了，我走啊！我叫你拿前面，看你用平时吗？我第一次看到安全帽也可以这样子伸进去抽烟呢。没办法，不然还拿起来麻烦了。跟你骑车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比较好，还是应该说可能连雨衣都要一直穿着了。当你和我们一样，在出了社会拥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之后，给自己去爽的时间真的相对有限。要像以前单身的时候，想出门几天不回家都无所谓，只要身上还有钱，车子还有油，没有故障，人还活着，身体能动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但这样快活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。所以在有了家庭之后，回家就要顾小孩，帮忙做家事，修理家里的水电，更换滤水器的耗材。早上出门要帮小孩子换衣服，晚上要帮小孩子洗澡、泡奶、讲故事。假日要带小孩出门放风。所以，如果我的老婆愿意给我出门漂泊骑车一整天，就真的要感谢老婆大人的恩赐。我现在的手套就好像换我的手套，很像养鱼缸的水。鞋子里面是干的，然后手套里面是湿的。你不会想要把手套拿下来骑吗？拿下来骑的话，我就没有安全感啊。哦，我就没有戴手套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手感都不对。对啊，天雨路滑，然后我又少了手套的护具的话，我又会觉得，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最容易滑倒的时候嘛，然后又没有带护具，这样我会更怕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是骑车要是受伤回去的话，我铁定我老婆一定念到爆。对啊，对啊，叫你把车卖掉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宁可还是穿着好的。能够我们这种有老婆的，然后老婆愿意让我们出去这样子骑车哦，真的就是要谢天谢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一定要完整的回去。如果要是受伤的话，真的回去铁定被念爆，而且可能就没车骑了。他就叫你卖车，主外地也不要做了。对啊，就可以宣布说关频道了，频道永久关闭。哎呦干！阿娘喂！
所以看到车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虽然觉得不知道要干嘛。对啊，这样突然就放狗，刚刚那什么烂路啊，现在这里突然变柏油路，就觉得跟刚刚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天气也变好了。对啊，但是可能没办法脱雨衣吧。不要脱哦，我觉得这种乡下骑车好有感哦，比那种都市骑车感觉差好多。对啊，都市骑车随时都要担心被撞啊。噪音取缔，你看这排气管，这个一定快的啊！哦，改那么粗，这么直通。哦，好吵哦，干好超大声的啦！等下要忍受它的噪音了。哦，真的很吵，超级吵。那边那边有警察嘞？哪边？左边啊。哦。哦，干你！真的很吵哎。我们这边先休息，加油站就在隔壁。我待会要走的时候再去加。对，哎，这样比较顺，不然的话我们等一下还要再转回来这样。但是有一段凤凰那边也是低头风，你应该骑起来很爽吧？很爽啊，没有感觉。打气就没有气，没有气。我一直不会。你轮胎破了吗？好不好看？等下他轮胎破了。没有，他说那个胎压不够啊，20几而已。好了吗？你自己小心哦，多小心哦。小心哦。你可以打电话，只是不会接。不要打电话。但是你小的3、4点才困的，你要打电话，你别拢免困啊。传来就好。不要打。先去加油了。啊？加完油再上啊。那已经先上。对啊。加95，不好意思，搞错出入口，因为不晓得这边的入口方向是从另外一边。小事。第一次来这里。这个晚上一天黑之后骑车就感觉又不一样了。感觉好像要车子然后要找上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没有视觉上的刺激，眼前都是黑。还有人跟你聊天。对啊，还好。我那天就是跟人骑回去的时候，我真的心真的会骑到快睡着。还有跟到一群人骑很快的人跟在他们后面。这个没有人一起骑的话，真的会很想睡了。嗯。你不会吗？你内裤不会黏黏的吗？为什么会内裤？谁会内裤会黏黏的啦？为什么谁会骑车骑到内裤黏黏的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你跟我讲，
还会湿湿的，还有你是尿裤子还是怎样？汗好不好？汗水，也不是汗水，汗水也不会汗，怎么汗水也不会黏黏的啊？闷啊，也不是黏，就是它不是很顺的滑下来。哦，没有这个问题哦。可能你要检，你跟那有上厕所吗？你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膀胱，是不是不太好，功能衰退？所以有没有尿裤子我还感觉得到了。你那个可能不是尿裤子，我怕不是尿裤子。哦，你想太多了。你这个可能比尿裤子的症状还要严重。然后骑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哇，真的超累的，尤其是到龙井之后，我在那边休息大概休息蛮久的，还接了一碗泡面。哎，但是我这一次到现在，我精神状况都还 OK。嗯，我也是啊，我其实我从出发到现在，我都精神状况都还维持得不错。之前我就看那个教室分享说，最好的24耐的环法就是午夜12点的时候出发，然后这样子逆环，这样子到台东刚好看日出，这样，然后我就想，我就算一算，他是从台中出发嘛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从桃园出发的话，那我应该要大概9点10点左右要出发，然后就有9点10点的时候出发，然后真的到台东看日出没有错，但是我那时候整个人就爆掉了，就太超想睡，因为我完全是我睡眠的时间我全部在骑车这样。对啊，还是要睡一下啊。对，然后我的时差完全调不过来，因为他这样子是想要看日出嘛，可是我们看日出的时间不用那么早啊。哦，对啊，可是因为我们在北部的话，我们顺环其实就时间的话就刚好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就其实甚至我们如果再早一点出发的话，我们日出跟日落都可以看得到啊。对啊。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比较中间休息，这次我们中间休息比较多，不然的话，其实我们差一点时间就看到了。对，就这样过去就到西滨了，就可以看到那个日落了。这样，下次的话可以把时间再调整一下，只是可能这样又变成要更早出发，或者是我们要更要严格遵守时间表。对。有点生病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是8点12分，我们现在在台中的加油站，台中港这边呢。这加油站叫什么？哦，台中的中正站。现在离我们回程回到家里面，应该还大约是2个钟头，先休息一下吧。1小时57分，130公里。对啊，地接转，你看有点打滑是不是？你刚为什么会打滑？这种地怎么会打滑？该地怎么会打滑？哦，对啊，我看他这样救了你，你差点要修车了呢。哦，所以他等一下，然后有10分作用，他就会挡。对啊，他就是作用，就是告诉你说他有做动，然后把你的动力给切掉一下。
如果你继续吹的话，你打滑会更严重。对，所以 TCS 就这时候发挥作用了。哇，你的车刚刚差点就要修了呢。对啊，还好赚到了，那个买贵的车子是值得的。我已经准备要下交流道了。好，羡慕哎。好啦，你们自己多注意安全哦。好。啊，到家传个讯息。OK。哦。好。终于回到家了。今天是2023年的10月8号晚上22点23分，就是10点22分左右。终于回到桃园家了。总共的行驶的里程是919.5公里。我出发时间大约是4点吧，到现在总共历时大概18.5个小时，然后完成了我人生第2次的24耐。好累啊！今天的天气状况呢，比我第一次真的是差很多。第一次天气真的其实是还不错的。然后那时候骑XMAX大概是花将近16个钟头吧，我记得。对，然后这次呢花了18.5个小时，是比上次还要来的长啊。然后不过因为这次的时间可能这次时间也是会受到说天气的影响啊，比如说这次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下雨天的关系，然后穿雨衣啊，然后也会浪费时间。然后但我上次也是自己一个人跑啦，所以在时间上面的掌控也会比较容易一点。不过其实我觉得24耐呢能够有比较多人一起跑，但是当然也不要太多，你可能2-3个朋友这样就好，然后这样可以一边骑然后一边聊天的话，这样子精神方面也会比较好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次24耐的旅程啊。那各位如果喜欢我频道的话，欢迎各位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小铃铛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其实环岛旅行的意义，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是这样子：只要想好了一个旅程，然后骑上车去实现这个目标。自己很多过去的事情也许失败了，但也有很多的事情还能相信，只要我有心也能办得到。虽然我在生活中不是100%的成功者，但至少我也不是100%的鲁蛇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骑车旅行的原因之一吧。